眼看油价快要冲破$100大关了，再看看另一边的中东局势，伊朗态度前所未有的强硬，直接放话拒绝妥协。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来的气氛紧张到极点，很多大型油轮现在根本不敢走那条航线，全球能源供应链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你这2天打开手机，满天飞的都是地缘政治危机、能源恐慌，甚至有人在渲染大战在即的标题。同时，美国那边的通膨数据又因为油价飙升开始蠢蠢欲动，华尔街每天都在吵着美联储接下来要怎么办。按照我们以前在学校学过的最基本的经济学逻辑，或者是财经名嘴天天挂在嘴边的套路，地缘政治一紧张，油价大涨，大宗商品肯定跟住起飞。那么像澳洲这种家里有矿，靠卖煤炭、铁矿、天然气为生的资源大国，根本就是躺着数钱，对吧？澳元理所当然应该跟住一飞冲天，这叫资源货币的红利。结果呢？你现在切换到交易软体，看一眼盘面，你会发现一个极其诡异的现象，澳元非但没有起飞，反而像被一根无形的锁链死死拽住。澳元对美元的汇率虽然在美联储强硬加息预期的强压下剧烈波动，但目前依然顽强的守在 0.7 这一线，并没有真正跌穿 0.7， 这种在生死线边缘反复磨难、进退两难的焦虑感，其实比直接暴跌还要折磨投资人的神经。是不是觉得世界观崩塌了？是不是觉得这个市场简直不可理喻？其实市场从来都没有疯，是我们被传统的教科书思维给套牢了。今天我要讲的东西，你在那些西装革履的财经新闻里绝对听不到。我会把这场大国政治博弈背后的底层逻辑，用最直接、最接地气的大白话扒开来给你看。不管你是个连 K 线图都看不懂的小白，还是已经在市场里打滚了几年的老手，今天的内容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我会告诉你，在这场连美联储都感到棘手的乱局里，普通人到底该怎么看清局势？最重要的是，在这种看似不讲理的乱局里，赚钱的机会到底藏在哪里？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在影片结尾我准备了一个超级 bonus， 我会把我个人目前正在重点关注的避险兼具爆发力的具体资产清单分享出来，绝对能帮你在这波全球财富大洗牌里抓紧方向。你知道吗？每次看到这种反常识的行情，我就会想起我刚开始自己拿真金白银做投资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是个热血沸腾的愣头青，每天盯着国际新闻炒外汇，有一次也是遇到中东出事，油价狂飙，我心想这题我会啊，买资源股，做多澳元，我把户头里大半的资金全砸了进去，满心期待第二天醒来数钱，结果刚冲进场，市场风向突变，避险资金全往美元跑，美元指数拔地而起，我的账户在短短2天内直接大缩水，痛到我差点把滑鼠砸了。那几天我真的整整失眠了1个星期，每天半夜盯着天花板想，凭什么？教科书上不是这么写的啊，资源国不是应该大赚特赚吗？后来交了庞大的市场学费，我才彻底明白一个很残酷的投资心理学真相，在极度恐慌的时候，人类是不讲逻辑的，只讲求生本能。大家想象一个很真实的生活场景，如果你现在走在街上，突然听见前面有枪声，街角还着火了，你是会冷静的站在原地分析，哎呀，前面打仗了，防弹衣和灭火器公司的股票肯定会涨，我现在立刻打开手机 APP 买一点，还是会直接头也不回的尖叫住往最近的地下防空洞跑，肯定是先跑进防空洞保命，对吧？在国际资本市场里，这群手握几百上千亿资金的投资大佬，他们的心态跟我们遇到枪声是一模一样的。当油价逼近100，导弹随时可能飞来飞去的时候，他们根本没心情去管澳洲的铁矿石这个月出口了多少吨，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保住本金流动性。而在这个世界上，那个最坚固、容量最大，随时能让你躲进去的金融防空洞，目前依然是美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一种很心酸的现象，明明澳洲的矿主们赚得盆满钵满，但外汇市场上的资金却在疯狂撤离澳洲，转头投向美国的怀抱。这种心理反差，就是很多人亏钱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在用理性去应对一个感性的市场。为了让小白也能一秒听懂这种复杂的博弈，我们来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假设你住在一条街上，街上有个土豪叫澳洲，家里有煤矿，有铁矿，平时大家建房子、搞工业都需要找他买材料。还有个村霸叫美国，这条街上的规矩是，大家互相做买卖主要都得用村霸发行的代金券，也就是美元来结算。平时天下太平的时候，土豪澳洲的生意特别好，大家手里都有闲钱，就会多换点澳洲的筹码去投资他的矿产，这时候澳元对美元的汇率就很值钱。
大家都愿意拿着，但现在街头那边的伊朗和几个人打了起来，还把整条街运送石油物资的命脉给堵了，这就是油价逼近$100的原因。这时候街上的所有人都慌了，大家心里想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绝对不是我要趁机去囤点澳洲的铁矿石，而是完了，明天不知道还有没有饭吃，我得赶紧把我手里那些乱七八糟的资产，别人的欠条，全部换成村霸的代金券，也就是美元，抱在怀里才安心。为什么大家只认村霸的代金券？第一，村霸手里有枪，也就是最强的军事实力。第二，他开了街上最大的钱庄，随时能让你把代金券换成救命物资，这就是全球流动性最强的金融体系。你今天拿着澳元，明天遇到危机，别人可能不愿意卖你面包，但你拿着美元，全世界都得认。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是资源大涨的局，澳元对美元的汇率却被美元死死压住的根本原因。在专业术语上，这叫避险情绪带来的美元流动性黑洞。你不用记这个复杂的名词，你只要记住一句话：乱世之中，现金为王，而这个世界目前的现金之王依然是美元。如果你以为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这只是一场单纯的恐慌避险，那这场戏就太表面了。美元这次能把澳元和其他非美货币按在地上摩擦，背后其实还有一盘更大的政治大棋。美国现在其实是在趁着地缘政治的危机，玩一招极度自私的吸星大法，这已经不只是市场情绪的问题了，这是真金白银的国家级别财富转移。这一步棋直接关系到我们普通人下半年的钱包会不会严重缩水，更关系到我们能不能趁着这个危机跟住庄家的节奏吃一口大肉。那么美国到底在背后搞了什么鬼？很多人会说，油价涨了，美国通膨不是更严重吗？没错，但你要看谁更惨，澳洲、欧洲、日本这些国家都需要大量进口能源，当油价眼看着就要冲破$100，澳洲卖铁矿石赚的那点钱，转手就要拿去买更贵的石油，这就像是你加薪了500块，但房租涨了1000块，你其实是变穷了。而美国呢？他现在手里握着2张王牌，页岩油和美元霸权，油价越高，全球对美元的需求就越疯狂，因为你要买油，你就必须先换美元，这就是为什么澳元对美元的汇率被美元压得死死的，因为全世界都在疯狂抢购美元去应付暴涨的能源账单，甚至连美联储在制定政策时都在默许这种全球资金回流美国的现象。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我曾经重仓过一只高息的资源股，当时我也以为只要底层商品涨，股票就一定涨，结果那次遇到美元强势周期，商品虽然涨了，但因为汇率折算和资金撤回美国，我的股票竟然不涨反跌。那次经验教会我永远不要跟庄家对着干，在这个金融市场里，美国就是那个庄家，当他需要利用地缘政治，比如这次的伊朗冲突来回收全球流动性，支撑美元地位时，任何资源国的货币像澳元都只是他菜单上的配菜。大家要明白，伊朗这次拒绝投降，中东战火重燃，对大国来说其实是一个完美的财富洗牌借口。这场戏演到这里，已经不单纯是石油涨跌的问题，而是一场精密计算过的财富大转移。为什么我说美国在玩吸星大法？因为美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之一，油价眼看着就要冲破$100大关，对很多依赖进口的国家来说是灾难，但对美国的能源巨头来说是泼天的富贵。他们一边看住油价涨，一边看住全球资金因为恐慌而疯狂买入美元避险，这种双重收割简直是把全世界的羊毛都薅到了自己家里。甚至连美联储在表面上喊住要对抗通膨的同时，内心其实很享受这种美元流动性回流，全球资本为美债接盘的快感。而我们处在澳洲或者关注澳元的人，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澳洲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它是一艘巨大的资源货轮，它的动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亚洲制造业的需求，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工业大国，当油价推高了全球的生产成本，亚洲工厂的利润就会被严重挤压，工厂开工率下降，对澳洲铁矿石和煤炭的需求就会放缓。这就是为什么澳元对美元的汇率现在腹背受敌，一边是强大无比的美元在吸钱资金，另一边是全球制造业疲软带来的需求隐忧。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家里虽然开着矿，但你的大客户现在连电费都交不起了，你的矿石卖给谁去？这就是为什么我看住那些分析师还在死守教科书理论时感到很无奈，因为他们忽略了现实中最强大的武器，那就是政治影响力。美国利用这场地缘政治危机，成功的让欧洲和亚洲的资本感到了不安，这些钱没地方跑，最后只能乖乖回到美国市场去支撑美股和美债。
这才是最核心的真相。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在投行工作的朋友聊天，他跟我透露了一个很扎心的事实。他说，在这种极端的行情下，大机构根本不在乎基本面，他们只在乎谁的拳头硬，谁的流动性好。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也让我后来在做每一笔投资决策时，都会先问自己，现在是谁在掌握话语权？如果现在是村霸在定规矩，那你千万不要幻想着去挑战他的权威。现在的澳元对美元的汇率就是那个在夹缝中生存的受害者，虽然它还在 0.7 这个关键心理红线上苦苦支撑，但这种拉锯反映的不是澳洲不努力，而是全球格局在强制回归美元中心化。如果你现在盲目的去加仓澳元，那你就是在跟全球的避险情绪和美联储的意志对著干，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博弈。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只能坐以待毙呢？当然不是。既然我们看穿了这场国家级吸星大法的真面目，那么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现在这个局势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现在还能进场吗？还是应该赶紧割肉跑路？根据我手头上2026年3月的最新数据，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甚至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现象。即便油价眼看着就要冲破100美元大关，即便美元指数强势到让人窒息，澳元对美元的汇率竟然还在 0.7 这个关键心理红线上反复拉锯，就像一根被拉到极限却硬是没断的钢丝。盘面上每一根 K 线都写满了多空双方的血战，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全球资金虽然在往美元跑，但澳洲作为世界矿车的底气还在，大家都在赌这场火最后会烧出一个资源黄金盛世。但在我看来，这种在 0.7 门口徘徊的焦虑感，往往比直接暴跌更折磨投资人的心理。我的判断是，短线澳元依然命悬一线，因为只要伊朗那边的封锁再持续1个星期，只要美联储的鹰派言论再稍微加点火，美元的避险引力就会强大到让 0.7 彻底失守。但你要学会用一种橡皮筋理论来看市场，现在美元这只无形的大手把澳元这根橡皮筋往死里拉，油价越高，局势越紧张，这根橡皮筋就被拉得越紧。你要知道，政治博弈永远是一场利益的交换，没有人会一直疯狂打下去，因为战争的成本实在太高了。美国真的希望油价一直停在100美元以上吗？短时间内它可以收割全球，但时间一长，它自己国内的通膨也会爆表。今天美国加汽油的价格已经让老百姓开始骂街了，如果再涨下去，选票就全丢光了。所以这场地缘政治的火大几率会是一种高压下的震荡。一旦中东局势出现哪怕一点点缓和的迹象，或者美国经济数据开始支撑不住高利率，美联储稍微松开那只拉扯橡皮筋的手，澳元对美元的汇率这根被压抑在 0.7 关口的橡皮筋就会迎来报复性的暴力反弹。这就是我想分享给你们的赚钱机会，但这不是让你现在就一把梭哈冲进去。我以前也特别喜欢自以为是的去抄底，总觉得 0.7 就是底，结果有一次我眼睁睁看着支撑位被瞬间击穿，账户里的数字像瀑布一样往下掉，那种手心冒汗，想吐却吐不出来的感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次经验让我明白，真正的底部从来不是算出来的，而是熬出来的，是等那些死守 0.7 的人全部绝望割肉之后才出现的。所以现在我的策略很简单，就是分3步走。第一步，如果你有澳洲生活需求，或者打算长期持有澳洲资产，这波在 0.7 附近的磨难，其实是给你一个分批布局、观察强弱的黄金视角。你可以先动用1/3的资金进场，就算最后真的跌穿 0.7， 你手里还有充足的子弹可以补仓。第二步，关注那些真正受益于高能源价格的能源股与军工板块，但不要去追那些已经飞到天上的龙头，要去找那些还没被大众盯上的2线绩优股。第3步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保留一部分美元现金或者是短期美债作为你的避险垫子，这能让你对冲澳元对美元的汇率跌破 0.7 的极端风险。这叫对冲思维，也是高手跟普通投资人最大的区别。既然我们已经看清了 0.7 关口背后的市场博弈，也明白了庄家如何利用橡皮筋在极限拉扯中收割财富，那么最后我们必须回归到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当这场地缘政治的硝烟散去，我们普通人到底该如何在这场财富大洗牌中抓紧属于自己的翻身机会？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在任何主流媒体上都听不到的未来3年大趋势，这是一场关于资源在定价的长跑。首先你要明白一个很现实的逻辑，无论中东那边最后怎么收场，这个世界已经回不去那个廉价能源的时代了。这也正是澳洲作为资源强国长期看来最硬核的底牌。虽然现在澳元对美元的汇率在 0.7 附近苦苦支撑，
受尽了美元的欺负。但只要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你会发现这其实是历史在给我们一个低价收集核心资产的黄金坑。我常常跟身边的人说，投资最忌讳的就是只看眼前的3寸钉板。你要想象自己是个穿越时空的观察者，3年后当全球经济重新回暖，当大家发现通膨已经变成常态，手里的现金都在缩水的时候，什么样的东西才最保值？这就是我今天要送给你们的 bonus。那份2026危机投资清单的精华版，我认为在未来的3年里，有3个领域是普通人绝对不能忽视的避险兼具爆发力的出口。第一，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澳洲优质农业与食品供应链龙头，这不只是为了避险，更是因为全球人口结构和气候变化决定了前进的蛋白质和稳定的粮食在未来就是另一种形式的黄金。当别人在为油价焦虑的时候，你持有这些每天都要被消耗掉的刚需资产，你的心里会无比踏实。第二是澳洲那些被低估的新能源关键金属，比如铜和镍，虽然现在因为经济下行的恐慌被错杀，但别忘了，高油价只会加速全世界摆脱石油依赖的决心。未来的每一辆电动车，每一座风力发电厂都离不开这些金属。现在的低点正是最有远见的猎人进场的时候。第三也是最让我兴奋的，就是那种具有隐形防护罩属性的高息基建股，他们赚的是本地人每天开灯、用气、过路桥的钱。不管国际局势怎么乱，只要澳洲人还要生活，这些公司的现金流就不会断，这就是你在乱世中真正的税后收入。说实话，这几年我看过太多人在市场里进进出出，最后却什么都没留下，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整体的全局观，总是像无头苍蝇一样追着新闻跑。今天听说油价涨了就去追石油，明天听说澳元对美元的汇率跌了就去割肉，甚至天天盯着美联储的脸色过日子。这样做投资真的太累也太危险了。我希望透过今天这场深度拆解，能帮你建立起一套属于你自己的不被外界噪音干扰的判断体系。你要记住，财富从来不会平白无故的消失，它只是从那些恐慌的人手里转移到了那些冷静、有格局，并且敢于在黑暗中布局的人手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关键在于你站在哪一边。讲到这里，我知道大家心里最痒、最想知道的，肯定不是那些宏观的大道理，而是具体到某个代码、某个价格点位，到底该怎么买，买多少，对吧？毕竟在这个油价逼近100美元，澳元对美元的汇率死守 0.7 的乱局里，一步走错可能就是几个月的薪水化为乌有，但如果走对了，这可能就是你这辈子难得一见的财富阶级跃迁机会。所以我现在手头上其实已经整理好了一份2026避险与翻倍实战方案，这份方案里不只有我刚才提到的那3个板块，更具体到了我个人目前仓位里占比最重的3只澳洲本地收租型高息股，以及2个我认为只要美联储稍微松口，澳元一反弹就会暴力拉升的资源骑兵。这是我花了几百个小时，翻遍了几百份财报才精选出来的压箱底宝库。原本我是打算留给自己和身边少数几个核心圈子的朋友参考的，但今天看住大家陪我聊了这么久，我也想回馈一下真正有心想学习、想在乱局中翻身的你们。所以我们来玩个大一点的，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份具体的实战代码方案，请直接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我要实战清单，或者分享你现在对澳元对美元的汇率守不守得住 0.7 的真实看法。如果这支影片的留言人数够多，或者点赞转发的热度够高，我会感受到大家的诚意，然后我会在下一个视频里直接公开这份方案的部分核心内容，甚至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建立这套防御与进攻兼备的投资组合，这是我能给予大家最直接的帮助了。当然在最后我也必须非常严肃、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虽然我今天分析的这么深，讲的这么有信心，但金融市场瞬息万变，尤其是现在这种地缘政治随时可能反转的时刻，我所说的所有内容，所有的案例分析和清单建议，都只是我个人的研究心得和投资意见，并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投资指令。投资这件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赢家，只有不断学习和评估风险的猎人。市场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请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冷静的去做最后的风险评估，你的钱包永远只有你自己能负责任。好了，今天聊了这么多心窝子话，如果你觉得我的分析让你对这场混乱的局势有了一丝清醒的认识，或者你觉得我的分享对得起你这段时间的陪伴，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那些还在迷茫、还在被油价吓得睡不住觉的朋友。你们的每一个关注、每一条评论、每一次转发，
都是支撑我在这条揭露金融真相的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最后，我想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明天早上你醒来，发现澳元对美元的汇率真的跌穿了 0.7， 你是会选择恐慌割肉，还是会选择按照我们今天的逻辑大胆布局？在评论区告诉我。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